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奎频道。这期影片内容会介绍 Slayer 的强人的详细内容。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Slayer 这个职业，我会把介绍的内容分为5个部分来进行介绍。第一个介绍的部分会是职业技能，职业技能会分为2个类型来进行介绍。第一个类型是没有任何职业或者是武器所限制的职业技能，归类在这个类型的职业技能会有 Critical Up， 增加暴击几率 Gallant Attack Critical Up， 当攻击对象是 BOSS 等级的敌人时会增加暴击几率 Critical Hit PP Gain， 当触发暴击时会恢复 PP。 接下来介绍的会是第2种类型的职业技能，这类型的职业技能只有在使用枪刃时才能触发。 Short Range Hot Root， 近距离使用普攻时可以增加威力。 Charge Slash， 使用蓄力版本普攻后一段时间内接上武器动作可以触发追击。接下来介绍的是 Slayer 在使用枪刃时可以获得额外加成的职业技能 Gun Slash Gear， 可以使用任何的攻击来累积影片上这一个武器累积层数，每上升1层可以获得 1% 的威力加成，减少 1% 的 PP 消耗量，以及增加 2% 攻击时的 PP 恢复量。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命中敌人的话，这一个累积层数会直接归零。Slayer 最主要的主动技能之一 Gun Slash Gear Overdrive， 这个主动技能只有在前面介绍过的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层数达到最大时才能触发，触发时会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最大层数，并且获得一些额外效果。获得的效果是额外的威力加成，降低 PP 消耗量，以及增加 PP 恢复量。处在最大层数的这个状态下再次使用这个职业技能的话，会消耗所有的累积层数，并且产生一个额外攻击。Gun Slash Gear Quick Recharge， 当结束 Gun Slash Gear Overdrive 的一段时间内，会增加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量。Gun Slash Gear Critical Up， 每上升1层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层数，就能获得 2% 的暴击几率，额外获得的暴击几率最多可以获得 10%。 Gun Slash Gear Overflow， 当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层数达到最大时，或者处在 Gun Slash Gear Overdrive 的状态下，会缩短 Slayer 的另外一个主动技能 Unleash Raid 的冷却时间。 Gun Slash Gear Gauge Amplify， 当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层数处在1时，会增加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量。 Gun Slash Gear Reset PP Gain， 当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层数归0时，会恢复 PP，PP 的恢复量会根据归0前的累积层数而增加。如果是在使用 Gun Slash Gear Overdrive 的情况下，恢复 PP 这个效果会在触发 Gun Slash Gear Overdrive 触发时获得，而不是在效果结束后累积层数归0之后获得。Slayer 另外一个会消耗累积层数的主动技能 Gun Slash Gear Another Drive， 消耗3层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层数，来换在一定时间内提升 Slug Pursuit 的威力以及 Gun Slash Gear 的累积量。第一个触发的 Slug Shot 会转换成强力的攻击。接下来介绍的是有关可以产生额外攻击的职业技能 Slug Pursuit， 在使用 PA 的特定时间内接上普攻可以产生额外攻击。 Slug Pursuit Reinforce， 增加 Slug Pursuit 的威力。 Slug Shot， 在使用没有方向键版本的 PA 接上普攻后，可以产生近距离射击的额外攻击。可以产生额外攻击的主动技能 Unleash Raid， 这个主动技能可以透过 PA 或者 Slug Pursuit 来累积，集满后触发可以产生一个额外攻击。Unleash Raid After Effect， 在触发主动技能 Unleash Raid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增加暴击几率。接下来是有关让 Slayer 产生反击的职业技能 Slash Counter， 使用武器动作成功无效化敌人的攻击后，接上武器动作或普攻，可以产生2种不同的反击。
Slash Counter Critical Up， 增加 Slash Counter 的暴击几率。Moving Slash， 使用有方向键版本的武器动作，可以在一小段无敌时间内一边进行移动的同时对敌人进行攻击。Moving Slash Counter， 成功使用 Moving Slash 无效化敌人的攻击后，接上武器动作或者普攻，可以产生2种不同的反击。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会是强人的攻击方式。普攻会有分为3种版本。无序列版本是向敌人进行射击，最多可以进行3次射击。第一段序列版本的攻击会是向敌人进行5次连续性的射击。第二段序列攻击会是发射1颗强力子弹。武器动作，向前方进行砍击，最多可以砍击3次。强人的 PA 会把序列版本的 PA 改为方向键版本的 PA。第一个 PA Shifting Spiker， 没有使用方向键的版本会是向前方进行近距离的砍击之后射击。拥有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快速刺向敌人，并且进行近距离的射击。第二个 PA Following Series， 无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向前方进行连续性的砍击，连续使用这个攻击，该攻击会转换成强力攻击。有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移动的同时对于周围的敌人产生范围攻击。第三个 PA Ripping Reckless， 无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把一颗可以产生范围攻击的球踢向敌人。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延长球落地的距离。第四个 PA Raving Rajo， 无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以自身为中心产生一个冲击波攻击周围的敌人。拥有方向键版本的攻击会是移动到空中的同时对周围进行砍击。接下来介绍的第3个部分会是强人的战斗要点，需要熟悉强人复杂的反击机制、独特的追击的运用、这个职业的各种主动技能的运用，需要熟悉对 PP 消耗的管理。接下来是职业搭配的部分，搭配的类型会有分为3种。第一种是爆发型，使用 Fighter 的职业技能来提升对倒地的敌人所造成的伤害以及 PP 的恢复。接下来是第二种职业搭配的类型，持续型。持续型的职业会有 Gunner， 我们可以透过 Gunner 职业技能恢复 PP 来增加 PA 的使用次数。持续型的最后一个职业会是 Force， 我们可以透过 Force 职业技能来提升 PP 的恢复。接着是提升容错率的坦克型，坦克型中的职业会有 Hunter， 我们可以透过 Hunter 职业技能来降低所受到的伤害，而不会被击飞的效果来提高生存能力。坦克型中的另外一个职业会是 Waker， 我们可以透过 Waker 的职业技能来提高容错率。下一个部分会是混合武器。由于 Slayer 的职业技能 Gun/Gear 的累积层数会在换其他武器时，这个累积层数也会归零，加上在使用其他武器时也是没有办法增加这一个技能的累积层数。接下来会是枪刃这一个武器的总结，它属于一把攻击动作非常灵活的武器，它属于一把高伤害以及机动性的武器，拥有多种反击。它拥有以上的优点以外，也有几个比较致命的弱点。第一就是职业的血量会比较低，以及特定的战斗节奏，所以在还没有熟悉这个职业的特定的战斗节奏时，会很容易暴毙。以上就是 Slayer 强人的详细介绍，希望这一期的教学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大家觉得如何呢？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欢迎到留言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